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红石百科的第2集。这部影片呢，我们来介绍我身旁的这个合成器。别看合成器小小的一个武器，它可是能实现全自动工业化的重要工程哦。不过它的使用上非常的麻烦，需要靠红石来充能它。所以这里呢，我准备了5种能适应不同情境的机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 ，Go！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台呢，它是适用于一个物品的拆分，例如像这种砖类的物品，可以拆成锭或是粉尘。那这台呢效率非常的高，它是用连闪的方式去充能这个合成器。然后这台是有单片的形式，代表它只有一层，然后不会互相影响到隔壁的。所以这台可以放其他的东西，让你可以一直堆叠下去。它非常的简易，需要用到的材料很少。然后假如对这边物品没有的话呢，它就会自动停止，所以不用手动开关，非常的方便。下面看第2台，接下来这台呢是由 Brandon Hannes 设计，它适用于2到9个物品的合成。那这台呢，它也是做成单片的形式，一样可以用堆叠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数量。那这台用的材料也非常的简单，不过这边要注意哦，这边要用玻璃，不然它会被这个给卡住。那这个的材质则不限制。这边呢放入铁锭，然后当它满的时候呢，也自动成铁方块进来。这边呢，这是合成铁栅栏的。只要它满，只要你空的方位呢，只要你空的格子满的话呢，它也会自动合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台，接下来这台呢，则用在同一种物品9个的合成。这边是透过4个投掷器和一个连闪的装置，让它实现极快的合成。不过这台呢有一个麻烦的点，就是它需要手动来开启或手动来关起来。不过呢，它的效率非常的高，而且盖起来也很简单，就是4个方向都用一样的装置就好。接下来的第4台呢，能适用于所有的2个物品的合成。那这一台呢，它的功能蛮多的，而且可以拆分成2 part。前面这 part 呢是合成的区域，后面这边是一个漏斗时钟。那前面这 part 呢，还有分别有一个锁跟2个侦测漏斗的比较器。假如这个锁打开，然后2个漏斗里面都有物品的话呢，后面就会开始运作，就开始合成了。假如任何一方的漏斗没的话，这样侦测器比较器没有给出讯号的话呢，它就会把红石推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漏斗时钟锁起来。那如果你不想继续合成的话呢，也可以用前面的拉杆把整套装置来锁起来。至于漏斗钟里面要放多少个物品呢，取决于你的合成物品的最多加1。像这边有5个火药，那这边呢，漏斗中就要总共放入6个物品，这样它才会刚刚好呢，在它填满的时候就合成。以此类推，如果你最多是4个物品的话呢，那后面的漏斗中就要放5个物品。接下来这台呢是由 Raceworks 所设计的，能够适用于几乎所有3种以下的合成。不过这台呢，它的红石比较多，然后排列比较紧密，比较复杂一点。那这边打开之后呢，这边就开始做合成。不过它的效率有点低哦，因为它如果是像玻璃这种，它是一个一个流的话呢，还要把它等它全部流完才会合成。这还有另一个重点，就是由于这个漏斗会被这个红石火把充能，所以这个不能放玻璃类的，不能放最多的种类的，
不然的话，这整台的效率会再更降低哦。另外还有像发射器这种需要用到弓啊这种不能堆叠物品的合成，那这台呢也可以利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由于弓呢它是不可堆叠，所以一旦这个合成呢这边就会空下来，那其他的物品很有可能会补到这个中间去，让这个整个合成失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用到刚才讲到的特性锁漏斗，让这个红石火把呢能够充能这个漏斗。那这边呢就要再加另一把，让它也能充能这个漏斗，把两边都锁起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确保弓一定是第一个跑下去的。不过呢，由于这样子加了2个火把，会让这个鹅卵石呢跑得比较慢，那还会来不及补完。你看一下，你拿到第4个呢，它就把漏斗锁起来了。那这边就会慢慢减少，慢慢减少，到时候这个也会空下来，那就会被其他东西填进去，这样会比较麻烦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要把延迟增加，这边加上2个火把，2个红石粉，然后这边又放一个4个 tick 的这个红石中心器，这样子运作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刚好把它填满了。不过效率会变得更低一点，但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合成发射器。发射器通常放一阵子，它用量就它的合成量又变得非常大，所以不会太影响。由于前面呢我们有很详细的提到如何盖这些设施，所以想盖的朋友们呢会在下面附上地图档供大家参考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红石百科之合成器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